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让无数台湾人愤怒又心寒的真相：为何同样是施以援手，就日本换来守护，就中国换来飞弹？当这个对比曝光后，全网舆论瞬间炸开，许多人惊呼不可思议。台湾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反差待遇？背后的缘由又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用最通俗的方式讲清楚这段故事。首先，把时间拉回2011年3月11日，那一天，日本东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和海啸，短短几分钟内，房屋城镇被巨浪吞噬，数万人罹难，生死未卜。对于和日本一海之隔的台湾来说，这不仅是新闻，更牵动着岛内人民的心。我们在电视机前目睹日本遭受空前浩劫，许多人热泪盈眶，感同身受。日本此刻多么需要帮助！台湾社会没有犹豫，各界迅速行动起来，民间团体走上街头募款，企业豪捐善款，政府火速协调救援队待命。短短几个月内，台湾合计捐出了约68亿新台币，相当于约200亿日元的款项与大批物资。这项金额高居全球各国对日援助之首。要知道，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不到美国1/10，却捐出了比美国还多的款项。如此一举，不但震撼了日本，也感动了全世界。日本人当时是既惊讶又感激，许多日本媒体直呼难以置信，一个平时不太被注意的邻国，竟在日本危难之时倾尽全力相助。对一般日本民众而言，他们不禁要问，台湾为何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何德何能？事实上，台湾对日本的深厚情谊源自多方面，有历史的牵绊，曾经的殖民时代恩怨已逐渐化作现在的友谊桥梁，也有近年频繁的人文交流，更有人性的同理与善良。在那场震灾后，台湾社会流行一句话：日本当年帮过我们，我们也要帮日本。这指的是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时，日本曾伸出援手，以及平日双方累积的友好情感。于是，当2011年的巨大灾难袭来，台湾人民用行动诠释了何谓患难见真情。日本政府与各界对此表达了由衷的谢意。虽然最初因外交忌讳，日本官方在感谢名单中一度低调带过台湾，但随即在舆论压力下补上了正式的感谢声明。时任日本首相甚至专门发布一封公开感谢信，题为纽带厚重情谊，感谢台湾雪中送炭，称两地友谊弥足珍贵。更暖心的是，日本民间自发掀起了谢谢台湾热潮。一位日本年轻的广告设计师发起募资，在台湾主要报纸刊登了半版广告，标题写着大大的感谢。台湾正文则以日文中文双语写道：您的爱心非常感谢，我们是永远的朋友。东日本大地震时，您的支援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我们将永远记得这份情谊。广告旁还印着梅花和樱花的图案，象征台日人民的心紧紧相连。这个广告计划短短1周内就募得将近2000万日元，可见日本民众多么珍视台湾的义举。他们不愿让善良的台湾人民觉得日本人不懂感恩。接下来的几年，台日之间的友情迅速升温。日本人常说，患难之交才是真朋友。在311大地震之后，日本从政府到民间一致认定台湾是真正的朋友。日本政界人士陆续访台致谢。2011年10月，前首相麻生太郎亲自率团来台，感谢台湾在日本国难时刻的鼎力相助。他动情地说，台日之间的特别友谊，在这次大地震后，我们感受得非常深刻，期盼如此的友谊能持续100年。许多日本国会议员更组团出席当年的中华民国国庆活动，以示对台湾的高度重视。日本舆论纷纷称赞台湾情谊相挺，有人感叹台湾人口这么少，却对日本捐款最多，这是真心实意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日本媒体抨击本国政府起初因顾忌中国态度而没有大张旗鼓感谢台湾，认为那样做是对台湾善意的严重侮辱。在民意压力下，日本官方更加明确地向台湾表达谢意。可以说，2011年的那场灾难意外地缔造出台日间前所未有的亲密纽带。这份纽带不仅停留在口头与情感上，更体现在日后双方互助行动中。举个具体例子，2018年花莲发生强烈地震时，日本是第一个派出救难队驰援的国家。
日本救难队员不远千里赶来台湾灾区抢救生命，让台湾人民非常感动。当时台湾总统亲自在社群媒体发文感谢，称日本队员是真正的朋友，双方再度上演一出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而2021年台湾遭遇新冠疫情本土爆发，疫苗奇缺之际，日本更是毅然决定分批无偿捐赠将近400万剂疫苗给台湾。要知道，当时全球疫苗供应吃紧，日本国内也尚未全面施打，但日本政府仍然把自己宝贵的疫苗拿出一部分优先送给台湾。日本外相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当年东日本大震灾时，台湾对日本伸出援手，现在日本投桃报李，回报台湾的恩情，这纯粹是出于朋友间的相互支援。这番话听得台湾民众鼻头一酸。10年前我们帮助日本，如今日本惦记在心，在我们困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就是义气。疫苗运抵台湾时，许多人在网络上留言，谢谢日本，社交媒体上充满了日语的ありがとう。有的台湾网友激动地说，日本这是真心来报恩了，永远记住这份情。更讽刺的是，日本对台湾的这份善意还引来北京当局的不满和抹黑，中国官方酸言酸语地批评日本搞政治操作，对此台湾舆论一片嗤之以鼻。人家日本是单纯报恩送疫苗，某些大国竟眼红到说风凉话，未免心胸太过狭窄。总之，疫苗事件再度证明了台日友谊的可贵。日本不仅记得台湾当年的恩情，还愿意在国际压力下挺身帮助台湾，这让台湾人更加确认，日本是可以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伙伴。谈到并肩作战，就不得不提台湾安全这个攸关生存的议题。近几年，日本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可谓前所未见，地强硬明确，多位日本重量级政治人物公开宣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句话意味着，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将视同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绝不袖手旁观。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反复强调这一点，高市早苗等日本政要更直言，日本应当协助防卫台湾。日本官方的国家安全文件也首次把台海稳定列为攸关日本安全的重要事项，甚至日本防卫省高调部署飞弹部队到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南西诸岛，在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增设反舰飞弹和防空飞弹单位，明显针对的就是中国对台湾可能的侵略行动。日本还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协调，双方军队进行各种演训，想定剧本之一就是保卫台湾。近期民调显示，日本民意也在转变，有接近一半的日本民众支持在台湾遭攻击时出兵协助。要知道，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比例。换句话说，日本整个国家正在为必要时保护台湾做准备。这种承诺对比半个世纪前日军曾侵略台湾的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岁月荏苒，曾经的殖民统治者如今变成了愿为我们两肋插刀的盟友，反之，一个以同胞相称的政权却对我们虎视眈眈、剑拔弩张。世界真是大翻转。日本有句俗谚，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台湾当年送给日本的是玫瑰，日本10年后回赠的是整束百合，芳香满溢。而现在日本更像是一名守护骑士，手持盾牌和长剑，站在东亚前线，守护着台湾这位朋友，不惜自冒风险。因为中国政府已多次放话威胁，若日本胆敢插手台湾，我们不惜让日本全境变战场，甚至出现疯狂言论，扬言对日本动用核武。然而面对叫嚣，日本并未退缩半步，他们清楚，台湾若失守，下一个危在旦夕的就是日本本身。地缘与价值观把台日牢牢绑在一起，日本选择和台湾站在同一阵线，这背后既有战略计算，更有患难友情的驱使。当朋友有难，日本理所当然要挡在前面。讲完了日本，现在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边，来看看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援助换来了什么。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了毁灭性的大地震，那场灾难造成数万人罹难，无数房屋倒塌，大陆同胞经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消息传到台湾，许多人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921大震，对汶川人民的遭遇感同身受。彼时两岸关系正出现解冻迹象，马英九当选总统即将上任，
台湾社会普遍弥漫一种血浓于水的同胞情。于是，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台湾各界同样展现出极大的热忱与善心，从政府到民间迅速展开赈灾行动。最终据统计，台湾为汶川地震累计捐出了约70亿新台币，折合人民币超过12亿元。这个金额同样高居对汶川援助的各地之冠。其中，台湾政府捐了将近20亿新台币，民间募款更达50亿之巨。除了金钱，台湾也派出了救援人员、医疗团队奔赴四川震区。这是两岸数十年分隔以来，台湾救难队首次正式踏上中国土地协助救灾，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当时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援助表面上表示了感谢。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见香港媒体时提到，感谢台湾同胞对抗震救灾的大力支援，体现了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国台办发言人也公开对台湾社会的捐助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很多中国老百姓在新闻上看到台湾捐款第一的消息，内心应该也会对台湾有几分感激和好感。然而，这些感谢的声音显得有些蜻蜓点水，官方几句套话式的感谢很快消散于媒体版面，此后就没有了下文。中国政府小心翼翼地低调处理两岸间的这次良性互动，似乎不愿过多渲染台湾的大爱功劳。或许他们担心，一旦大肆宣传台湾的善举，会让人民对台湾产生好感，不利于其一贯的政治立场。总之，汶川震灾过后没多久，台湾这边还沉浸在助人的满足中，中国那边却已恢复了一贯的冷硬态度。很快的，我们发现，我们对中国的爱心捐款并没有换来任何真正的善意回报。汶川地震后的几年里，两岸关系表面有所缓和，经贸往来增加，观光客互访热络，一度出现所谓双赢局面。然而，即便是在那段被称作蜜月期的岁月里，中国解放军也从未停止过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部署在中国东南沿海对准台湾的各型飞弹持续增加，据估计早已超过1500枚。这些飞弹日复一日地瞄准着台湾的城市、基础设施，仿佛随时准备扑向这片他们口中的叛乱省份。试想，那一枚枚冰冷的导弹背后，可是台湾人民真金白银捐来的善款所救助的灾区同胞啊！我们省吃俭用捐款给中国灾民盖起的学校、重建的家园，而中国军方却同时将武器对准帮助他们的人，这是多么荒诞又令人心寒的现实。更讽刺的是，到了2016年之后，两岸关系转冷，北京当局对台政策日趋强硬，过去台湾对他们所有的善意仿佛被一笔勾销。自从台湾民选出不接受一中框架的政府后，中共立刻翻脸，加大了对台湾的打压，不仅在国际上处处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强行挖走台湾仅存的几个邦交国，在各国际组织阻挡台湾参与，还频繁派出战机、军舰在台湾周边耀武扬威，企图制造压力。从2016年起，中国军机几乎天天绕台，轰炸机编队绕着台湾飞，战斗机穿越海峡中线，军舰在台湾东部外海游弋。这些军事挑衅的强度一年比一年高，让台湾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敌意在急剧上升。2019年初，中国国家主席直接宣称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这句话赤裸裸地把导弹威胁摆上台面，也让当年捐款援助汶川的台湾民众心都凉了一截。难道我们的善意不仅换不来和平，反而被视为软弱可欺？到了2022年8月，随着台美高层互动升温，北京更借机在台湾周边搞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甚至朝台湾附近海域发射飞弹进行恐吓。那些飞弹有的直接越过台湾上空呼啸而过，有几枚还落在临近日本的海域，引发国际公愤。试问，这不正是就中国换来飞弹的真实写照吗？14年前，台湾对中国大灾区慷慨解囊，14年后，中国用导弹回敬台湾百姓，仿佛在说，不管你曾对我多好，照样武力威胁你。这种强权逻辑让无数善良的台湾人彻底失望。除了军事恫吓，中国在宣传上也没有因台湾的让利或帮助而手下留情，相反，他们经常挖苦甚至丑化台湾的好意。举个例子，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时，
台湾一开始也表达了愿意提供协助的立场，民间还募集了物资要寄给灾区。然而随后中国一些舆论场景却出现嘲讽声浪，还有官媒冷嘲热讽地称某些人只会趁机搞事。等到疫情后期台湾爆发缺疫苗时，中国又假惺惺地表示愿意提供中国国产疫苗，实际上却对台湾洽购国际疫苗从中作梗，阻挠台湾取得德国 BNT 疫苗的合约。这种做法让台湾民众心中有数，中国并非真的关心我们的死活，而是处处想利用我们的困境来逼我们就范。在两岸交流上也是如此，尽管过去台湾民间宗教团体无数次对中国天灾人祸伸出援手，但中国官方在政治上从未对台湾有过任何让步或善意举动，从未因为两岸一家亲就停止打压，反而变本加厉。这让许多台湾人痛心地认清，我们过去对中国的好，某种程度上被视作理所当然，换不来尊重，只换来得寸进尺。回顾这些年，我们真的可谓对日本和中国都做过同样的事情，在对方最痛苦的时候给予帮助，但是结局却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天差地别。因此，当有人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点出时，无数网友才猛然惊觉，是啊，我们帮了日本，得到的是朋友和守护，我们帮了中国，得到的却是威胁和导弹。这惊人的反差一经总结提炼，在网络上引发爆炸性讨论。有人气愤地说，今后别再心软，帮那白眼狼了。也有人感叹，扶危济困是对的，但也要看对象，人心换人心，对冷血之辈再多善意也换不来真情。更有人用浅白的比喻道，这就像你分别借钱给两个邻居，一个邻居感恩戴德，逢人就说你的好，还在你有难时挺身而出，另一个邻居嘴上说两句谢谢，转头却拿你借他的钱去买刀，扬言哪天要砍你。这种荒唐事竟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番比喻让网友们拍案叫绝，没错，日本就是那位知恩图报的好邻居，而中国政府的作为活脱脱就是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值得一提的是，经此一炸，台湾社会整体舆论也更加趋于共识，未来我们当然还是会基于人道去救灾济困，但绝不会再天真的以为对中共政权示好就能换来和平。这不是提倡仇恨，而是认清现实。历经多次教训，台湾人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道理，面对集权霸凌者，以德报怨换不来尊重，只会换来更多的欺凌。只有实力和团结，以及志同道合的盟友，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日本如此珍惜我们给予的恩情，愿意在国际上为台湾发声，在危急时刻给予援手，这样的朋友我们当然要更珍惜，更牢牢结交。而对于一位想吞并我们、无视我们善意的政权，我们只能以更强大的国防、更广泛的国际支持来应对，绝不能再存侥幸。不少人也开始反思，为什么同样的善意，回音截然不同？这背后是两国社会价值与体制的差异。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有权利去表达感激，去记住恩情，政府也愿意基于民意和道义行事，所以他们会在10年后还我们一份人情，甚至不怕得罪大国来守护与他们理念相近的台湾。而中国大陆是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其宣传机器和教育体系长期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政权利益，恩情或道义在权力面前要让路。他们不允许感恩台湾成为社会主流话题，因为官方设定的基调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迟早要统一。在这种政治前提下，台湾的任何善举都只能被淡化为同胞之间分内的事，不可能升华为平等友好的双边关系。所以你会看到，日本地震后，整个日本社会自发地大张旗鼓地感谢台湾，谢意延续至今。而中国地震后，对台湾的感谢声音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依然是强硬的祖国必统论调。在北京当局眼里，台湾给的钱再多，也不能改变他们对台湾的基本战略，这就是现实，也是悲哀之处。更深入的原因还在于价值观和制度的落差。在日本文化中，知恩报恩是相当重要的美德，但在集权政治的逻辑下，恩情往往被视为一种可以被利用的工具或必须压制的变量。
而非需要礼尚往来的道德契约。这点从两岸过去几十年的互动可窥一二。台湾民间和宗教团体对中国大陆天灾人祸帮助很多，但中国官方的思维始终是功利算计，需要时收下你的好处，不需要时转身就翻脸。甚至有人戏称中共奉行的是恩将仇报主义，你帮我，我照样打压你，因为政治目的高于一切。反观日本，身为民主国家，不但有传统道德的约束，更要考虑国内选民的感受，对朋友讲义气是他们的文化与利益交汇点。因此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场救人却引狼的教训，也让越来越多台湾人改变了对两国的情感认同。以往某些台湾人对中国还存有幻想，觉得毕竟血缘相亲，也许以诚相待终能换取和平。如今这些人纷纷醒悟，不再轻信甜言蜜语，而对日本、台湾社会早已从战后的仇视转为理解，尤其经历共同抗灾和互助，更建立起坚实的信任。现在台湾民调中，国人对日本抱持好感和信任的比例常年居高不下，动辄7、8成以上。反之，对中国大陆的不信任感创下新高，多数人对其政府只有戒备和反感。简单说，就是民心向背已定，谁是真朋友，谁是潜在的敌人，台湾人心里有数。这种全民意识的转变，正是那一句救日本换来守护，救中国换来飞弹的血泪总结在民意上的体现。最后，我们回到这句让人五味杂陈的话本身。他之所以在网上疯传，引发强烈共鸣，正因为他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真相。善良没有错，但必须看对象。友情需要双方维系，而妄想以退让感化侵略者，终究是南柯一梦。对此，台湾社会已经上了宝贵的一课。当前是2025年11月以后，台湾所处的国际环境依然险峻，中国对台湾的武吓丝毫没有减弱迹象。但庆幸的是，我们不再孤单，身边站着日本等许多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盟友之所以愿意挺身而出，不光是基于利益，更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彼此以真心相待，建立了信任与情谊。可以说，台湾当初扶助日本的善行，意外种下了守护自身的善果。而我们对中国的无私援助，虽未能感化那头猛虎，却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清了它的本性。展望未来，台湾会继续扮演国际社会中热心助人的角色，但同时也会更加坚定地强化自身与盟友的防卫力量。我们深知，唯有自己强大，并与真正的朋友团结一致，才能换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全。毕竟，历史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当你落难时，谁会伸出援手，谁会落井下石，一目了然。我们要铭记那些对我们好的国家和人民，像珍惜日本这样的友谊一样，去经营更多正向的国际关系，同时也不再对恶意者存过多幻想。这并非鼓吹对立，而是成熟的自我保护。总结这段故事，真的令人唏嘘。台湾用爱心搭救过2个邻居，一个回报以温情与盾牌，一个回报以威胁与刀剑。所幸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明白了这点，也愿意站出来说出这个真相。全网的激烈反响证明，正义与真情自有公论，谁是真朋友，谁是假善人，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让我们汲取这教训，继续善良但不再天真，团结同盟也不畏强权。未来无论风雨多大，我们都将和守护着彼此的真朋友一起，共同抵挡风暴，迎向黎明。因为我们深信，只有珍惜真正的友情，严防潜在的威胁，台湾才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救日本换来守护，救中国换来飞弹，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